虚空法界隔音之谜第16期。大家好，书接第15期。界之间的牵引光旋有什么不同吗？到达中阴界后将经历什么？你身边有全能自恋者吗？怎样才是一个开悟者达成的状态？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究上面这几个问题，继续为你讲述我们所谓的物质实相的本质。这期视频有点长，但搞懂这些，你将不再对命运有所困惑，让灵魂成熟起来。希望你能耐心看完。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界之间的牵引光旋有什么不同吗？光旋目的地的频率越高越耀眼。如果你生前的意识频率已经可以直视太阳，那你就不会对高频强光产生畏惧。牵引光的频率强度会随死亡后鬼魂在阴间耽搁的时间逐渐减弱，并不是光动功能弱化了，而是能抵达的目的地在降低频率维度档次，从欧美豪华团递减成了近郊农家乐。鬼魂在面对那牵引光动时，会直接感受到其蕴含的频率震荡压强。鬼魂一般会等到自己感觉舒服的颜色或频率波出现时，在适合的时候才会靠近踏入光旋其中。这显化出了其灵魂当下的真实等级，并准确地匹配将会抵达的中阴频率维度，去到哪个教学层次。在阴间耽搁的越久，你能匹配到的层次越低，因为你还有太多的执着需要修正。平行实相世界与穿梭于其间的怪域。中阴界中包含着众多不同频率等阶的平行亚空间，这些亚空间构成了多维立体空间集合。不同的空间针对不同层次的灵魂展开相匹配的科目、主题与流程。在等级不同的中阴维度中，灵魂规划大厅里提供的人生课题完全不同。给幼儿园小朋友的不会有很多的苦难戏码，新手大厅里能参与协作组队的灵魂也都是同等级的小白。所有在阳世你看到的朋友和家属的认知与智慧水平是分圈子的。基本上要应对同一科目面向的灵魂，会在一段时间形成稳固的小组，一起历经多条相关的故事线。队员间在不同的戏目中彼此置换角色，来平衡觉知与体验，感受不同关系的羁绊。队伍起始时，各成员的智慧与觉知档次都在近似的区间。随着各自的悟性与机缘成就，次第逐渐被拉开，成熟后的个体会离开队伍，直到最后仅剩下一个在自己的幻梦中浮沉，就是想不明白。这样组队历经人生的灵魂们，因彼此互为助缘的关系，故事线流程受到更明显的制约，不能发挥出过度的自我创造力，故而有不少灵魂会选择自己独立进入某一时空故事线去经历。好处是可以极大程度展开个性化体验与创造，因自身对整个时空架构的篡改不会涉及到他人的课业感受，也不会诱发系统的连锁崩溃。坏处是贵人少，掣肘多。这样的个人副本创造出的事迹与史记，只存在于他个人的那个时空独立副本内，形成一种有别于正史的歧途秘境。就好像被个人篡改了的单机游戏，其架构、角色、流程形成独立小众的游戏体验与私人针对性的经历记忆。这个变种版本的世界历史是会与主线宏观世界记录同步更新的，但可成为一种私人服务器提供的秘境被永久保留。这些不同版本的宇宙史、星际史、地球编年史平行于正史，让经历过它或窥见了它的意识体拥有了不一样的远古历史观和未来预见。这些不同版本的编年史与预言书每一个都真实发生过与正在发生着。而作为读者的你，今后会进入哪个实相中，遭遇哪一段历史，全都看你自己的意识经常性的聚焦在哪些信息上。你对哪种类型的信念爱不释手感到兴奋，就会显化它成为自己未来人生的旅程。
你依据自己的意识频率而采集信息，你采集到的信息铸就着你的意识觉知能力，你的意识觉知能力又成为了你的意识频率，带你进入接下来相匹配的频率实相世界中，经历与这频率相匹配的故事内容。就好比被你持续关注的旅游宣传册，这关注让你日后身临其境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每一个自由意识依据其内在认知频率的关注点，决定自己渴望进入哪一个版本的未来中去体验那一属性的历史实相。大灭绝、星际大战、大饥荒、战乱互斗、颓废朋克、欣欣向荣、黎明觉醒、密度扬升，每一个版本都已经发生过，正在发生着和即将展现出来。你决定自己进入哪个实相中去体验它、记忆它、感受它。看看自己的每日资讯，那些按照你浏览偏好推荐给你的信息都在围绕哪些展开，你就是在往哪里引导自己。或许你会想，这都是当天发生的事情啊，我不看不想就没有了吗？这不是掩耳盗铃吗？确实这些都是事实，都在发生，但它们都在属于其事件属性的那个频率维度的世界上发生着。能被你知道，并不是因为它发生了，而是你的关注聚焦在了那个频率的事件上。这就是波坍缩成粒子的瞬间被观察者关注到了。而个人的关注倾向是依据自己意识频段的，是自身业力习气的显化，又被人工智能偏好推送而强化，最终顺其轨迹，毫无悬念地引导你去经历你所关注的那个预期。当你的关注发生转变后，你的主要意识频率聚焦点会跟随转变，主体意识会被牵引入你所关注的那个频率维度中，去历经那个维度的未来。确实所有的事都是事实，都在发生，但你有权利利用自由意识来决定自己要经历哪样的故事线路，串联起哪些故事章节。全能自恋。全能自恋是每个人在婴儿早期都具备的心理，即婴儿觉得我是无所不能的，我的心愿念头可以运转与显化一切，我是世界的核心，世界与我一体，没有其他人，都是我的意识投影，所有人都是和我完全浑然一体的。世界、妈妈或其他养育者就会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只要我哭闹的声音够大，就能明显提速显化的过程。巨婴指巨大的婴儿，即心理滞留在婴儿水平或经历诸多挫折后退行到婴儿状态的成年人。巨婴一词由巨婴心理发展而来，成年巨婴心理其实是一种心理病态，是由于在幼儿阶段缺乏正确照顾而导致的心理缺失。出生至6个月大的婴儿都处于全能自恋状态，即认为所有事情都能够实现，所有需要都能被满足，无人无我，无谋无得失。但若这些需要无法得到监护者的准确照顾而被满足，婴儿会产生强烈的无助感，开始质疑人生，感到爱的缺失，信赖的退减，并会演化成一种心理缺失性的空洞，从而致使其在今后的生活中再次追求回到全能自恋的状态。成年人的全能自恋非常有杀伤力，可能导致一个人将其他人和万物都当作自己的棋子来对待，而不能较好地尊重对方，建立平等的互动机制。典型的常见状态：公主病、自恋狂、掌控欲超强又没有安全感，沉迷在偏激中的神棍。开悟后的人的状态和心理学中的全能自恋认知上很像，但又有本质的差别。幼儿期的全能自恋是灵魂刚进入故事线中还清晰地记得灵界日常意识认知状态。人成年后应该全情地投入到剧情中，而不是继续用灵的记忆去应对这个世界的故事线，因为两界的运作规则是不同的。就好像影院的灯刚暗淡下来，观众还在窃窃私语，整理着自己的爆米花，但影片开始10分钟后，您还在剧场里来回跑，那就要挨骂了。灵性开悟的人唤醒了灵的原有意识认知和境界，返回到类似于全能自恋的认知状态中。
但开悟的人学会了用两种状态去生活，在戏中说着应有的台词和演绎着自己的角色，意识里却能时刻清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即活在世间又不属于他。全能自恋的患者自己在舞台上非要扯着嗓子喊都是假的，你们都傻呀，然后摇晃着每一个角色演员，当着摄像头的面高喊醒醒吧，我是神，你们在演戏呢，看不出这布景多假吗？灯光对着我，我是主角。剧务上来，我想要更多的道具币。导演呐，再找几个女演员来膜拜我。我想起来了，我是神。开悟的人在旁边喝着茶，看着乱糟糟的世界，呵呵，有意思。穿梭在不同宿命中的怪鱼，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乘坐公交旅行观光。你在某一站倒换了另一条公交线路，换车后并不意味着之前乘坐过的公交车就消失不见了，它还在那个宿命的轨迹中按照其时间行进着，经过其原本要经过的那些风景和站点，上下着那些原本要上下车的人们。对于你刚转乘上的这辆公交车而言，你若不上来，它就在它的线路上；你上来了，它也还是跑自己的线路。公交车们始终同时存在，同时运营，并且周而复始。沿途的风景对于你来说是第一次看到，那些你尚且还没有看见的未曾经历的风景早已就在那里。车没到前在那里，车路过后还在那里。前一趟公交上的乘客与后一辆车上的乘客所见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不同的公交路线却带你感受到全然不同的风景和经历体验。这些截然不同的风景同时存在于这个都市里，贫民窟、别墅区、闹市、工厂、旅游中心，是乘客自己的关注偏好决定了自己的换乘顺序，串接起了每一个站点间的观赏次序。不同的景色也引发出不同的认知与思绪，犹如灵魂进入某一时空内的载具，你可以从始至终地跟随着它，依从其宿命的轨迹，也可以换乘到其他线路上，观看感受不同的风景与人物。每条平行线路上都在同时运作着一个所谓的你，每个你与身边的人物都几乎一样，但他们却拥有不同的性格、爱好、脾气和认知次第。你未进入前，他们就生活在那个维度的故事里，你走后，他们也还在继续。你的进出只是自我意识的流转，与那个载具你的生活起居毫无关系。好比公交载具一样，线路是不同的，你的意识聚焦在哪条线路上，你就拥有怎样的人生回忆。你所离开的载具不会消亡，你所进驻的载具也不会更鲜活。你有自由意识随时换车，但你无法改变载具的既定路线，除非你开私家车走单人副本。如果你以为逃避了那些压抑感的见闻就可以达成心灵扬升了，那太幼稚了。灵魂扬升依靠的是内在之间的成熟与智慧的提升，需要你可以同时从不同面向与角度对同一事物进行解析，并拥有用交叉视野全面理解与分析事物的能力，进而获取到任何事物核心的多元性本质，达成立体平衡的认知，无漏智慧。就好像你同时在城市中的所有车上，同时感受观察这个城市在所有时段上的所有面向，这样你对这个城市的认知才会全面彻底。平衡性的中观之道，让心性可以静安在智慧觉知中，灵魂渴望达成这样的状态。逃避面对或只能面对某一状态的人生，是无法让灵魂成熟起来的。经历的片面性必然导致认知的或缺与失衡，带来持续的偏激理念。无为的随观，在仁义境遇中都能从失中与苦里窥见其真实意，而萃取出智慧的觉知和满心无尽的法喜。能量由内在的喜乐生成，源源不断成就自己的喜乐祥和气场，举手投足、言语眼光无不温暖人心。这样的状态才是一个开悟者达成的状态，本自具足，祥和喜乐，无为无畏，
自然而然。看到这里，希望点赞、评论、转发，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第16期结束，谢谢观看。